我们不是鸵鸟。介绍塑料的隐形危害。因此，这并不是要我们明的浪费，无论如何都不能马上。你好，您认为塑料垃圾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因为塑料无处不在，你会听到很多关于塑料垃圾的说法，但你听到了什么？人们是如何告诉你这种污染的？你知道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吗？不，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种污染如此令人担忧，为什么这会导致世界人口跳空，就像已经在野外开展的活动一样。首先，让我们听听研究员诺塔利·贡塔尔 Natalie Gontard 怎么说。最大的问题。你好，诺塔利。当我们谈论塑料污染时，我们谈论的是废物。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废物吗？当我们谈论塑料污染时，往往很难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宏观废物。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宏观废物。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浪费，我们丢弃的垃圾，这是我们在大自然中发现的废物，这是丑陋的废物，是废物杀死了动物。杀死动物的废物。塑料不是一种会杀死我们的废物，至少不会立即杀死我们。但这并不是塑料对我们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危害所在。通常，当我们提到塑料时，也会想到它的碳足迹。我们想到了气候变化。然而，这也不是塑料的危险所在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我们确实很难理解这是什么污染。当我们谈论污染时，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？当我们谈论塑料污染时，我们谈论的是塑料微粒。确切地说，塑料的行为方式非常特殊，而这种行为并不只是从浪费开始的，它从生产开始。这种行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老化形式，是其他材料所不具备的。这种材料会碎裂，但时间很长。我们终于可以说，还有一些材料可以长期存在。纸张、纸板和木材也会碎裂，但是简要短得多。而塑料则可以使用几个世纪。木材的分解需要几十年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最终不会得到千年不灭的木质微粒。事实上，也正是这种碎片化，例如基于玻璃或金属的材料也会持续存在，但不会碎裂。换句话说，它们溶解后可以重新进入地球化学循环。生物讲解。要了解这些地球化学循环，让我们以有机物循环为例。这是你所吃的一切，以及地球上动植物的循环，以森林或花园中的落叶为例。在自然界中，所有生物体都被称为有机物，因为它们含有碳元素。碳是生命的基本元素。例如，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碳。这些植物死亡后，其体内的碳经过一系列转化，又回到自然环境中。这就是所谓的生物讲解。大多数物质会分解成越来越小的碎片，受物力和生物因素的影响。一旦充分讲解，这些物质就会逐渐被细菌等为生物同化。在生物讲解的最后阶段，成为生物同化，剩下的就只有生物了。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，Got it， 含有富含碳的有机物，即生物质或腐殖质。这些新的生物只可以自然地为土壤施肥，促进新植物的生长。在这里，我们轰击了第一个主要问题：塑料不可生物讲解，这意味着塑料无法被生物体分解。就拿花园里的落叶来说吧，花园里的落叶永远不会堆积如山，因为我们的生态系统拥有讲解这些物质的生物工具。这样，树木就能在第2年春天恢复养分，重新合成同一片叶子，并在接下来的所有年份里掀起的重新合成同一片叶子。这就是生物碳循环，极短暂的有机碳循环。因此，我们认为可以用塑料做同样的事情，但塑料并非如此。塑料不是用来做这个的，因为准确地说，它是一种会相互作用、讲解和损劈的材料。那么，它就是一种无法回收的材料。最后，我认为塑料在所有其他材料中脱颖而出。
它无法重新融入稳定我们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之一。这就是头号问题，这就是塑料足迹，这与碳足迹无关，这是关于微型和纳米废物，不是宏观废物。因此，要减少塑料污染，仅仅不扔垃圾是不够的。因此，塑料是一种具有非常特殊性能的材料，人类使用的任何材料都不会有这种行为，而这种分裂会持续很长时间，也会走得很远。小岛微塑了，制止纳米塑了，塑料粒子的尺寸减小。好了，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大问题：在你家里，在你的卧室里，在你的垃圾桶里，在你的街道上，或者在大自然中，每一块塑料的老化程度都不同于人类迄今施用过的任何其他材料。哎呦，这有点尴尬。所有这些塑料都会在数百年后分解成数十亿的微小颗粒。你身边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了，大自然也没有摧毁他们所需的能量，任何自然地球化学循环都无法将它们整合在一起。滤芯和污染，而且这种分裂持续时间很长，非常有效。我们做的越小，这种塑料就越容易流动。Suidix Leathers乘飞机，我们知道它现在乘飞机旅行非常方便。是的，这是第三个大问题。这些微小的塑料碎片越来越小，它们变得肉眼不可见。由于重量轻，它们可以接着大气换流进行旅行，从而污染地球上的所有地方，从最深的海洋到最高山脉的冰川，穿越河流、湖泊、土壤和城市。天改，地球上似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幸免于难。天哪！例如，这张照片展示了一种生活在海里的透明小虫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在哪儿？蓝色的东西，这是一种化纤织物，可以来自你的外套、您的窗帘、您的地毯、你的运动包、你的内衣。这些塑料可能在空中飘荡，然后掉落在雨中。您甚至可以在 plasticforecast.com 网站上了解每天有多少塑料碎片掉落。它就像天气预报，但确实针对塑料的。预报结合了大气中塑料的每日测量值和降雨量数据，预测显示了每天降下的塑料量。它每天都在提醒我们，塑料生产正在把我们的地球推向崩溃的边缘。塑料生产正在威胁我们和我们孩子的健康，这是可怕的。但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。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天气预报，但我们有能力控制塑料天气。一旦它们随雨水落下，这些微小的塑料就会被困在不与我们的土壤中。你和其他人一样吃素了。天哪！如果我们告诉你，你每天都在吞噬素了，你会怎么想？纤维晶碎片。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，我们的消耗量相当于一张银行卡，每周最多5克塑了。事实上，在这项于2020年在中国进行的研究中，研究人员发现，微塑料可穿透小麦和莴苣根表皮的裂缝，然后这些塑料就会随着树叶上升，直到山顶，再可使用部分发现了塑料。在另一项研究中，照片显示在意大利市场上购买的胡萝卜和苹果中间测到了微塑料。目前这些水果和蔬菜中只有少量的微塑料，但是随着人类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塑料垃圾，因此我们继续对土壤造成越来越多的污染。在联合国网站上，您还可以读到2022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。这些微塑料会改变我们脚下土壤的物理结构，限制其保持水分的能力。它们还会影响植物，减少跟牺牲场合养分吸收。那么，几年后，我们的麦穗、我们的沙拉、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胡萝卜会用塑料填充吗？它们会有什么味道？再说，它们还能唱出来吗？神秘。这是法国2022年的一项最新研究。数据显示，在苹果、胡萝卜和莴苣中发现的微塑料数量数值更为精确。蛋粒和西兰花中也有，或者动物，如贝类、虾、鱼、鸡，还有其他食品，如蜂蜜和牛奶，加入糖和盐，最后是自来水和瓶装水等饮料。含糖饮料
还有啤酒。欢迎查阅相关数据。每克或每升的微粒数量从几粒到几什么粒不等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这就是塑料的第4大问题。这些肉眼看不见、无法摧毁的微粒在传播过程中污染了一切：你呼吸的空气，你喝的水，还有布于你们的土壤和海洋。它们会污染所有野生或驯养动物。在人类大幅减少全球塑料生产之前，这种污染质会越来越严重。很显然，停止这种生产有点复杂。我并不天真，有些塑料对我们非常有用。但是现在扪心自问一下，你使用的每件塑料制品的益处是否大于全球污染的弊端？每天每时每刻，在你购买或使用塑料制品之前，花几秒钟问问自己这个问题：您是否同意有意识地加剧您和子孙后代的事物污染？但让我们继续。陈毅，一旦达到那密集大小，它还会进入生物器官内部，而且还是微观尺寸。塑料能够转移，塑料能够穿过屏障。等等，慢一点。娜塔莉讲述了保护生物的天然屏障。她特别谈到了保护器官免受物理攻击、化学攻击或生物攻击的天然屏障。病毒、细菌、真菌。以下是您体内的6大障碍。要了解塑料是如何进入人体的，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些屏障是如何工作的。让我们来看看保护大脑的功能。我们的大多数器官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氧气和营养物质。心脏通过动脉将含氧血液泵入血液，这些动脉再分支成越来越细的血管，成为毛细血管。毛细血管环绕着各个器官，关闭非常薄。氧气、二氧化碳和其他化合物可以通过这些壁扩散，它们进入或流出血流。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脊髓。与其他器官一样，它也从血液中获取氧气和营养，但它的器官对直接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，因此它们需要更多的血液供应保障，以保持自身稳定。这就是血脑屏障的作用所在。BBB， 它是大脑毛细血管和脑叶之间的解剖分隔。它有一些不同的结构组成，包括特殊细胞、内皮细胞。这种 BBB 的设计目的是成为一种选择性渗透屏障。它的血管比肌肉周围的血管薄得多，但是构成毛细血管的细胞是有紧密连接的，几乎不允许任何东西通过。其他一些器官周围的毛细血管其实也有微空，脑毛细血管的情况则不同，它们更加坚不可摧，我就不细说了。所以你看 ，BBB 并不是完全不可攻破的，它只是更有选择性的让什么通过。为了提高选择性，它含有多种运输蛋白。这些专运体允许各种营养物质进入和废物排出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元素可以不通过专运体直接通过细胞，比如氧气或二氧化碳。但这2种分子会溶解在构成生物体脂肪的脂质中，而细胞膜本身就是由脂质构成的，因此氧气和二氧化碳可以直接通过薄膜。原来如此，让我们回到塑料上。为什么它能跨越障碍？这与这层由脂质构成的保护屏障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塑料可以牵衣？它之所以能够穿越屏障，是因为它不是多形的。换句话说，它将能够与环境互动，吸收沿途遇到的物质。也就是说，当塑料接近生物，所有器官必须保护自己的模式。由于塑料是相互作用的，器官的蛋白质与自身之间就会发生相互作用。塑料仿佛披上了一件隐形斗篷。它不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颗粒，
但苏了却能很好的做到这一点。这就是所谓的点晕，它是在塑料粒子周围形成的一层，你的器官也不再能把塑料当作异物。这就是为什么塑料可以轻松过关的原因。让我们期待这篇科学文章在2023年发表。您可以读到，研究人员已经计算出了大脑保护屏障水平上发生的不同过程。他们特别研究了当塑料粒子靠近它时会发生什么。以下是他们的发现。这些黑球代表聚苯乙烯，塑料周围的灰球代表我们之前提到的质质，代表大脑次出未成色，它被绿色的保护屏障 BBB 所包围。当伪装的聚苯乙烯接近大脑时，会发生以下情况。这就对了，聚苯乙烯很容易就进去了。这很不行，因为这种质质次出为灰色，可能是血液中天然存在的胆固醇。哎呦，真烦人！研究人员还用小鼠进行了一项实验。他们准备了3种不同大小的聚苯乙烯球，为了便于识别，他们使用了3种颜色。他们喂养了2组小鼠，第一组用食物和塑料球喂食，第二组只用食物喂养。然后在饭后2小时，他们分别杀死了2组小鼠，他们的大脑被切成片状，在显微镜下进行分析。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一只没有吃过塑料的老鼠的大脑切片。您在这里看到的大片绿色和蓝色斑点是大脑的天然组成部分，这些斑点并不是完美的圆形，而且比球大。这是另一组小鼠的脑切片照片。科学家们说，这些效率点其实是实验中使用的最小的绿色聚苯乙烯球。这些球质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到达了大脑。你也一样，和其他人一样，你也吃素了。你的大脑现在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吗？神秘。这就是塑料的第5大问题。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失去了对废物的控制。塑了碎裂成小块，能够进入我们的器官内部。最糟糕的是，它们甚至会到达你身体保护最严密的部位。你的大脑控制着你所有的中枢神经系统。哎呦哎呦，好痛！现在怎么办？细胞跳亡。要知道，你呼吸、喝水或摄入的塑料碎片会躲在一层脂肪后面进入你的大脑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大脑的防御系统如何应对这种入侵。要理解这一点，我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小小质细胞，它们是你大脑的守护者，试图摆脱任何干扰性太强的塑料碎片。如今，我们知道小小质细胞与其他脑细胞有着本质区别，它们是你免疫系统的一部分。小小质细胞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除大脑中的废物。小小质细胞会寻找死亡细胞和可能致病的有害入侵者。虽然研究人员常说小小质细胞会清扫这些废物，但是其情况要巧妙得多。正常状态下，小小质细胞有几条手臂，这些手臂四处搜寻危险的入侵者或受损的神经元。当他们发现问题时，他们就会去解决，然后他们拉着自己的胳膊，他们变成了一种圆球，他们把问题吃掉了。小小质细胞吞噬问题，然后他们会把吃进去的东西转移到溶酶体中。溶酶体是一个很小的内囊，就像胃一样。溶酶体含有消化酶，这些酶将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为小小质细胞提供营养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细胞能保护您免受病毒等危险入侵者的侵害。但对于塑料来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韩国的一个研究小组还让小鼠吞噬荧光塑了球，但这次持续了7天。然后，当他们在显微镜下观察他们的器官时，他们在肾脏里发现了球。泌尿系统的这一器官具有多种功能，包括排出血液中的毒素。左边视线为镜下的肾脏切片，右侧视线是荧光球，
次出为红色的图像。如果将它们与微微视塑料的小数的肾脏图像进行比较，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。肠道或大脑的不同部位也存在同样的差异。大脑皮层是大脑的主要部分，看起来像这样。海马体藏在中间，在记忆和行走方面起着核心作用，而小脑则位于更靠后的位置，控制着你的运动。因此，这项研究证实7天后，塑料球能够进入各种器官，特别是塑料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，而且仍然存在，几乎无处不在。但还不止这些，通过使用燃料，研究人员能够检测到这些区域是否存在小枝细胞。您可以在大脑的3个部分蓝色看到它们，这些蓝色区域只是小枝细胞的中心部分。另一种方法显示了这些细胞的比，这里用的是绿色。把这2张图片结合起来，也许你就能更好地辨认出这只吃垃圾的野兽了。塑料球与小枝细胞位于同一区域。既然小枝细胞的作用是保护大脑免受入侵，那么小枝细胞就应该吃掉塑了。韩国的研究人员显然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，但遗憾的是，我们无法在一片死老鼠的大脑中看到这一点。不过，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，是用实验室培育的人类小枝细胞 HMC3。HMC 用于研究大脑中可能发生的情况。在此期间，研究人员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 HMC 的发育情况。在这幅图中，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形状，拉长的手臂用来观察周围的情况。在正常生活条件下，2天后细胞数量就会增加1倍。那么3天后，细胞数量应增加2倍。为了测试塑料对小枝细胞的影响，研究人员在培养基中加入了塑料。研究人员发现，24小时后，细胞数量明显增加，数量几乎是原来的2倍。但培养第2天后，细胞数量却奇怪地减少了。细胞数量比正常情况下少，这种下降一直持续到第3天。细胞数量不到正常预期的一半。很奇怪，不是吗？更重要的是，24小时后，您可以看到小球次数为黄色，位于小枝细胞次数为绿色的红胶部分内。没错，小枝细胞确实吃掉了它们，酷毙了。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研究人员在文章中解释说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生化测试。他们首先测量了细胞培养初期的各种标记物。24小时后，他们再次测量了相同的标记物。在这些图中，痕迹越深，说明小枝细胞培养物中的生化标记物越多。例如，结果显示存活素在24小时后减少。这是一种防止小枝细胞自我毁灭的分子。如果没有存活素，细胞就会通过一种叫做跳网的过程自行死亡。结果还显示，许多标记物都有类似的增长。我就不细说了，但你应该知道，这些标志物实际上会促进细胞掉网。这一过程是细胞死亡的可能途径之一。细胞掉网是生物体发育和生存所必须的基因程序。但在这里，这种细胞掉网很可能是细胞对某种信号的过早死亡，而这种信号肯定与小枝细胞吃掉的塑料中毒有关。这是塑料的第6大问题，人类正在完全失去对它的控制。它们可以作为神经毒性物质，引发小枝细胞过早死亡。这有点令人讨厌，因为小枝细胞是大脑的免疫防御系统。如果大脑无法再自我保护，会发生什么？是不幸还是幸运，我们还不得而知。但是我们不要等到这种情况发生后才采取行动。怎么办？我们需要尽可能地限制全球污染，从而限制塑料的生产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您只需停止购买，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：合成纤维服装和包装。地轮 Lyocell、聚酰胺 Pinatex、腈纶、粘硝、氨纶、马代尔、聚氨酯 Cupro。塑料袋
视频拉伸膜、瓶子、托盘、罐子、气泡膜、冷冻袋。合成服装和塑料包装占全球塑料制造总量的5% 以上。如果你也能做到不是用非必要的日常用品，你就能为世界上超过60% 的塑料制品做点什么。餐具、厨房用品、习惯、鲜花、玩具、气球、亮片、画环、副标、家居、草地、地毯、地板、家具面了、运动帽。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。对于衣服、包装和所有这些物品，您可以不用它们，或者寻找毒性较低的替代品。您只需四处张望或到商店询问即可。如果你找不到替代品，请在评论中告诉我，我会尽力帮你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忘记塑料是可以流动的，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做出努力。许多非政府组织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。不要犹豫，通过支援服务、签署请愿书或捐款来帮助他们。最重要的是，要言而告之，因为我们不是鸵鸟，人们需要了解这些看不见的危险。因为一旦他们知道了危险，就再也不会一样了。他们再也不会一样了。他们再也不会一样了。他们再也不会一样了。